今天我们要聊聊一个近来引发热议的末世异象。2025年11月20日，一位名叫布兰登·比格斯的男子在祷告中声称看见了一幅惊心动魄的灵界景象。据他的描述，当时4位巨大的天使从海平面升起，每位手中持着金色的号角。一声号角吹响的刹那，整个世界同步震动，广袤的海洋瞬间变成了血红色。上百亿计的海洋生物当场死亡，尸体翻着肚皮漂浮在赤红的海水中。与此同时，夏威夷群岛的火山链突然齐喷岩浆，几座沉睡多年的火山一同爆发。这场天地异变吓得远在地球各处的权贵富豪也脸色苍白，他们躲进深埋地下的豪华碉堡中，依然感到脚下大地剧烈晃动，只能在黑暗中抱头颤抖。最后布兰登发出警告，时间的沙漏已经镂空，人类只剩最后的窗口期，留给我们悔改与求生的恩典之门正在迅速关闭。听起来像是好莱坞灾难大片的情节吗？然而许多人相信，这正是上天给世人的末日警钟。从4位天使吹号，海变雪，火山连环爆发，到富人无处可藏，每一幕都对应着古老预言中的场景，仿佛圣经启示录活生生的在现实上演。事实上，早在2000年前的启示录第8章就记载了末日来临时7位天使依次吹响7只号角的意象。在那预言中，前4只号角所引发的灾变范围遍及陆地、海洋、江河和天空，与布兰登此次意象惊人的重叠契合。接下来我们先从全球同步震动谈起。按照启示录的末世场景，第6印揭开时就出现过大地大震动的描述，甚至形容各山岭和海岛都被挪移了位置。也就是说，末日的地震将不再局限于某个区域，而是整个地球都要猛烈摇晃。在布兰登的意象中，天使号角一响，全球同步震动的画面看似惊世骇俗，但其实并非毫无科学依据。现代地质学发现，地球板块彼此相连，一处发生特大地震确实可能牵动全球。事实上，人类有记录以来的几次最强烈地震都对地球整体产生了可测量的影响。例如1960年智利发生的 9.5 级特大地震，不仅撕裂了南美大地，甚至让整个地球都微微震响起来。地震波在地球内部反复反射，使地球像敲响的钟一样震动了好几天。同样，2011年日本东北 9.1 级大地震发生后，科学家监测到地球自转轴被震得偏移了几厘米，地球的日旋转速度也加快了一点点。换句话说，那次单一的地质事件就对整个星球产生了影响。不仅如此，当时的强震还在全球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共振，远在挪威的峡湾和水库都出现了微弱的同频波动。美国、印度的地震仪更在几乎同一时间记录到异常的长周期地震波。这些现象都说明，大规模能量释放时，地球整体会产生同步抖动。尽管幅度未必像电影里那样毁天灭地，却证实了全球震动并非幻想，而是我们真实可能面临的灾难场景。而如果未来发生更极端的情况呢？科学家推测，像恐龙灭绝时那种小行星撞击地球的事件，将会释放远超任何地震的能量，相当于多颗核弹同时引爆。不但会在撞击点引发超级地震，甚至会让地壳产生环绕全球的冲击波。那种冲击将使整个地表剧烈颤动，山崩地裂，海啸肆虐，没有任何角落能幸免于难。听起来像是在描述圣经末日7号中的灾难场景。没错，第2位天使号角响时，约翰预言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被扔在海中。许多现代学者认为，这很可能是对陨石撞击海洋的写照。如果一颗足够大的陨石坠入海洋，其造成的震动和破坏力将远远超过普通火山地震，也完全可以解释为什么海水会转为血色。海洋生物大量死亡，正如启示录所说，海的1/3变成血，海中活物死了1/3。换言之，无论是超级地震亦或小行星撞击，都有可能让全人类同一时间感受到大地的怒吼。布兰登意象里全球同步震动的一幕，绝不是耸人听闻的无稽之谈，而是我们真实可能面临的灾难场景。
海洋变血这一意象，同样可以在宗教经典和现实记录中找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印证。圣经中除了启示录提到海洋的1/3变成血外，更早在出埃及记中也记载过尼罗河水变成血的灾难。古人或许将水变红视为神迹报应，但现代科学给出了合理的解释。河水或海水呈现血红色，往往是因为红色藻华，也称红潮的大爆发或其他化学污染。当水体中某些红色的微藻疯狂繁殖时，整片水域就会染上一层铁锈般的红褐色，远远望去犹如鲜血般骇人。因此古往今来多次出现让人误以为血水横流的自然现象。比方说，在埃及尼罗河的洪水之谜背后，有学者推测可能是一种红色的有毒藻类大量繁殖，导致河水发红并造成鱼虾大批死亡。甚至有人提出，公元前16世纪圣托里尼岛火山大爆发时，火山灰和有毒物质流入尼罗河，也可能令河水呈血色并坏死。这或许就是出埃及记所描述灾难的科学背景。撇开远古传说不谈，当代也频频出现海水变血的惊人场景。2012年，中国长江重庆河段就曾突然变红，江水宛如一夜之间变成了红酒，吓得市民纷纷议论是否出了怪事。后来调查发现，可能是上游暴雨冲刷红色泥沙入江，或工业染料泄漏所致。再例如2025年8月，以色列的加利利海，著名的圣经五饼二鱼故事发生地，湖水罕见地呈现红色。专家证实是因一种藻类在强烈日照下产生红色素所导致。这一幕被媒体戏称为圣经第一灾现代重现，仿佛在提醒世人末日预兆近在眼前。不仅湖泊、河流、海洋中的红潮现象每年都在全球各地上演，这种红潮一旦发生，海水就会因微藻爆发而染红。同时，藻类释放的剧毒让无数鱼、海龟、海鸟中毒死亡，层层尸骸腐烂漂浮，使海湾散发出血腥腐臭的气息。2018年，美国佛罗里达州就曾遭遇持续最久、影响最严重的一次红潮，数千吨死鱼尸体堆满沙滩，令当地居民仿佛置身血海噩梦。此外，海洋变红还可能来自其他原因，例如战争或核灾，可能让大量海洋生物暴毙，鲜血直流。另一些情况下，若工业毒物或矿物质泄漏入海，也会让海水变成铁锈般的红色。可见，海洋变血绝非耸动的神话，大自然完全有办法将碧海顿时化为赤色毒海。试想，你走在这样的海滩上，原本蔚蓝清澈的海水，如今变成暗红色的浓稠液体，一波波带着腥臭的红色浪花拍打上岸，满沙滩都是翻白肚的死鱼、海龟和海鸟的尸体。你掩着鼻子，仍然觉得一阵阵作呕。远处原本热闹的度假饭店空空荡荡，游客早已逃离，只有警告标志在毒日下显眼地写着禁止戏水有毒红潮。天空中甚至盘旋着嗜血的海鸥，撕食岸边腐烂的鱼尸。这真实的一幕仿佛末日电影中的场景，海洋变成了血色的死海，一切生灵在毒害中痛苦死亡。当你亲眼目睹海水变血，万物横沉，恐怕很难不联想到古老的预言，心中凉意阵阵，也许末世就在眼前。值得注意的是，布兰登意象中海洋变成血红，紧跟在火山炼释爆发之后出现，这两者或许并非巧合的独立事件。科学界早有研究指出，大型火山喷发不仅影响大气，还可能对海洋生态造成毁灭性打击。当火山剧烈喷发时，火山灰和熔岩流会携带着大量的铁质和矿物颗粒注入海洋，反常的富营养化环境可能引发某些藻类爆发性生长，形成大规模红潮。同时，火山喷出的大量有毒气体，如二氧化硫，溶解在海水中，会造成海水酸化和缺氧死区，导致海洋生物大面积窒息死亡。如果多座火山连锁喷发，这种影响将急剧放大。从天而降的火山灰像血色毯子覆盖海面，遮蔽阳光并释放毒素，使广阔海域的生态系统瞬间崩溃。无数海洋生命的尸体将海水染成暗红色的腐血浆。试想，那场景与启示录
或布兰登意象中的血海有何两样？难怪有地质学家称，史前几次大灭绝事件都伴随海洋缺氧和染红的地层记录，仿佛每当地球经历流血的巨变，就意味着生灵涂炭和时代的终结。火山链式爆发则是另一个引人关注的末日征兆。布兰登意象中特别提到夏威夷火山链同时喷发，这在现实中几乎前所未闻。然而2022年11月，夏威夷的两座著名活火山茂纳罗亚与奇拉维亚就曾破纪录地同时喷发，这是近40年来头一遭大岛上双火山齐喷，熔岩双龙舞的奇景震撼了全球媒体。科学家当时强调这只是巧合，两火山并没有直接连通，但还是让人不禁联想，未来会不会出现多座火山接连爆发甚至协同爆发的情况呢？环顾全球，我们其实生活在一个隐伏着火山连锁反应风险的星球上。地球上有将近1500座活火山，其中约3%分布在所谓环太平洋火山带上，像一条马蹄形的火环环绕着太平洋边缘。平时这些火山各自沉睡或零星活动，但地质记录显示，某些年代曾出现火山活动高峰期，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多座巨大的火山相继喷发，给气候和生命带来巨变。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西元536年前后的火山冬天事件。那几年里接连发生了至少2次大规模火山爆发，科学家推测一次在北半球高纬度地区如冰岛，另一次可能在热带。火山喷出的灰雾笼罩天空，导致536年到537年太阳光暗淡无光，白昼如黄昏，全球气温骤降，作物欠收，随之而来的饥荒和瘟疫几乎摧毁了当时的文明基础。中世纪史书惨烈的记载道，太阳光辉消失了18个月之久，虽非全然不见，但暗淡的如同月光。想象一下，一系列火山连锁喷发让世界陷入长夜，这画面何其熟悉。启示录预言的第4位天使吹号，不正是日头1/3变黑，白昼1/3无光吗？而火山灰覆盖大气层，正是让阳光失去光辉的罪魁祸首。可以说，一旦火山开始连环爆发，圣经末日场景中的黑暗与灾难就会真实地笼罩人间。更大规模的火山爆发链甚至可能直接威胁人类的生存底线。大约74000年前，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多巴超级火山喷发，被认为是过去200万年来最猛烈的一次火山事件。多巴火山向天空喷出了数千立方公里的火山物质，火山灰遮天蔽日长达数年，导致全球气候骤冷。科学家推测，那次灾难使当时的人类祖先仅存下不到1万人的繁衍族群，这在人类学上称为一次遗传瓶颈。换言之，超级火山一喷，几乎让我们的祖先灭绝。如果未来几座大型火山同时或相继引爆，后果可想而知。大气中弥漫的灰尘和气溶胶将使全球气温巨降，连续数个寒夏与粮食失收可能引发全球性饥荒。火山气体摧毁臭氧层，紫外线辐射直射地表，酸雨洒落，河川湖泊生灵涂炭，甚至海洋生态也会因为阳光被遮断和酸化而崩溃。我们现代文明引以为傲的一切，工业、电力、交通网，都将在这种天地巨变中停摆。值得一提的是，全球已知的超级火山约有20座之多，如美国黄石、意大利坎皮弗莱格瑞、坎帕尼亚平原火山、新西兰陶波等。任何一次超级喷发的规模都将比人类历史记录中最大的火山喷发强上数十倍乃至100倍。目前科学家正密切监视这些超级火山的动态。2023年，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坎皮弗莱格瑞火山明显活跃，地壳持续隆起，小镇频繁发生，让当地居民人心惶惶，担忧沉睡近500年的火山巨兽或将苏醒。同时，各国地质部门也在加强火山预警系统，试图及早发现任何连锁喷发的迹象。然而，我们谁也无法保证未来某一天不会出现多座火山接连喷发、响应式爆发的极端情形。一旦那天到来，大地将裂开无数灼热的伤口，天地将陷入长久的黑暗寒冬，这正是末世审判的写照。让我们把自己带入那场火山冬天。你是一位西元536年的农夫，某天清晨走出茅屋，却发现太阳仿佛被灰色幕布遮盖，天地间弥漫着奇异的静寂与寒意。白昼时分，
天空昏黄如黄昏，太阳终日像个暗淡的红球，照在田里也毫无热力，庄稼停止生长，草叶上落满了诡异的灰。夜晚降临时，更是伸手不见五指，星月光辉全无，只有远方传来野兽凄厉的嚎叫和村民饥饿的呻吟。1天、2天、3天，整整1年多，阳光都没有恢复正常。你的粮食早已耗尽，村里开始爆发瘟疫。面对漫长的黑暗和寒冷，你不禁开始相信，是不是神明震怒，降下了末日惩罚？这并非虚构的故事，而是真实发生在公元6世纪的悲剧。现代科学揭示幕后元凶是一系列火山连环爆发，但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所经历的无异于世界末日。想象那无阳光的18个月，恐惧和绝望笼罩大地。正如末日预言所言，太阳变黑，天地陷入黑暗。布兰登异象的最后一幕，妇人躲进地堡仍瑟瑟发抖，同样发人深省。这幅景象让人想起启示录第6章的预言，末日大灾难降临时，地上的君王、贵胄、富户、将军、勇士和众人都藏在山洞和岩穴里，绝望地祈求大山倒在自己身上，以逃避天谴。换言之，圣经早已警示，再有钱有势的人在末日审判前也无处可逃。对照现今的现实，难道不是如此吗？近年来，世界顶级富豪们兴起一股末日避难所热潮，硅谷巨头们斥资数百万美元，在新西兰的偏远牧场下挖掘豪华地下碉堡。高阶金融家们购买退役导弹发射井，改造成深埋地下的居住堡垒，储存足够数年的食物和武器。他们对外秘而不宣，私下里甚至为末日灾变想好了代号，称之为那场事件。有未来学家披露，曾有几位亿万富翁聚集，询问他一个匪夷所思的问题：末日来临后，如何确保自己的保镖仍然忠诚效命？这些富人深知，一旦文明崩溃，金钱便废纸，他们即便躲在堡垒里，也难保不会被饥饿绝望的武装守卫清算。可以想见，在全球性的毁灭天灾面前，财富和权力再坚固的堡垒都是泥做的囚笼，再精密的防备也终将失效。像布兰登意象中那样，地堡只会变成豪华的地狱，让躲在其中的富豪亲历无助和恐惧。这也提醒着每一个人，物质与权势并非真正的避风港，我们终将直面人类共同的命运。不妨设想末日场景下这些地堡中的一幕：一座耗资数亿美元打造的地下堡垒里，几位富豪正聚集在控制室前，透过监视器观看地面上的世界末日实况。画面中，城市在地震与大火中化为废墟，瘟疫和饥荒四处蔓延。他们自以为高枕无忧，举杯庆幸自己英明地提前准备了一切。然而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地堡里的补给开始减少，外界援助全无音讯。某日，安保队长闯入会议室，眼神中不再有昔日对雇主的尊敬，取而代之的是阴沉和饥饿。他用力将手中的枪拍在桌上，质问道：我们凭什么继续听从你们的命令？现在金钱一文不值。富豪们面面相觑，惊恐地发现自己对这群全副武装的保镖已毫无掌控力。随着外头传来一声巨响，整个地堡都猛然一震，灯光忽明忽灭。此刻，曾经坚不可摧的豪华避难所宛如一座密闭的坟墓，里面的人除了颤抖和绝望，别无他法。这时他们终于明白过来，原来金钱买不到安心，躲避不是出路，面对终极审判，谁也无处可藏。那么人类还有出路吗？布兰登的警告说，时间沙漏已空，恩典之门将关，其实正道出了问题的症结，留给我们改变与醒悟的时间真的不多了。2025年年初，权威科学家小组将象征全球末日风险的末日时钟拨快到仅剩89秒，这是自1947年该指标创立以来的最接近午夜时刻，意味着人类距离毁灭从未如此之近。而联合国气候报告也反复强调，若再不迅速行动，控制气候灾变的机会之窗将在本世纪20年代末彻底关闭。我们这一代人正站在前所未有的悬崖边。以核战为例，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令世界再次捏了一把冷汗。冷战结束数十年后，核武毁灭的阴影再度浮现，各国纷纷提升核武戒备级别。
稍有闪失，一场核冲突就可能摧毁整个人类文明。气候方面，2023年全球平均气温连破纪录，加拿大和希腊的毁灭性野火将天空烧得血红，纽约、夏威夷等地也笼罩在橘红色的浓烟中，成千上万人被迫疏散。今年夏天，连一向凉爽的西欧都出现超过摄氏40度的极端热浪，北极海冰覆盖面积创下历史新低，极端天气正在成为新常态。瘟疫方面，新冠疫情3年间夺走了数百万条生命，重创各国经济，但科学家警告，更致命的新型病原体可能正在酝酿，下一次大流行或许比新冠更加可怕。我们未必能像这次一样幸运，在短时间内研发出有效疫苗。人工智能方面，原本被寄予厚望的 AI 技术也暗藏风险。2023年，数百位人工智能领军人物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将人工智能导致人类灭绝的风险视为和核战、全球瘟疫同等级的威胁。这些真实发生的危机无不在证明，人类正站在存亡的十字路口，稍有不慎就可能跌入不可挽回的深渊。更糟的是，尽管外在危机四伏，人类内部的贪婪和纷争却丝毫没有减退。大国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愈演愈烈，国际合作举步维艰，社交媒体上充斥着仇恨与谣言，阴谋论层出不穷。面对这种局面，我们能否在灾难来临前放下分歧，团结一致，还是未知数。但可以肯定的是，从种种迹象看来，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恩典窗口迅速缩小、末日钟声频频敲响的关键时刻。事实上，一些圣经预言似乎已经在现代得到应验，比如第3位天使吹号所降下的阴沉星，使江河水源变苦，多人死于毒水，就被许多解经者认为影射了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灾。切尔诺贝利在乌克兰语中正是苦爱之意。那次核电厂爆炸释放的辐射污染了广大地区的河流湖泊，直接间接导致数万人离病丧生，与预言中水变苦、人死亡的景象如出一辙。同样，被称为世纪彗星的哈雷彗星，在1910年经过地球时，它的尾巴含有剧毒气体氰化氢，曾引发全球恐慌。人们担心彗星有毒尾气会让江河变毒。有惊无险的是，地球最终安然穿过了彗星的尾巴。但21世纪的今天，我们又面临着新的星坠威胁。2029年，一颗名为阿波菲斯的近地小行星将掠过地球轨道。许多圣经研究者注意到，阿波菲斯在希腊神话中是毁灭之巨蛇的名字。如果它稍有轨道偏差而撞击地球，后果将不堪设想。有人就猜测，阿波菲斯可能正是圣经中那颗给水源带来苦难的阴沉星，以及烧着的大山被扔在海中的形象化身。不管这些猜测是否精确，可以肯定的是，从核灾、彗星到小行星撞击，种种潜在灾变都在一步步印证着古老预言的警示。人类正走在危机四伏的钢丝上，一念之差就可能跌入末日深渊。然而，纵使末世图景令人绝望，精神的觉醒仍是黑暗中最后的光亮。所谓恩典之门正在关闭，指的其实是上天给予世人悔改和自救的最后机会。一旦大难降临，再来懊悔就晚了。我们唯有趁着门未关之际，主动寻求内心的升华与良知的苏醒，才能找到出路。也许这意味着重拾对超越物质的信仰，学会谦卑的敬畏天地，也许意味着放下彼此间的仇恨，在困境中团结互助，也意味着反思我们对自然的所作所为，忏悔内心的贪欲与傲慢，重新遵循道德的准则。当越来越多的人在精神上觉醒，懂得珍惜生命，爱护万物，我们才有可能化解末日的危机。否则，一旦恩典之门关闭，洪水般的天成将席卷而来，到那时就真的为时晚矣。历史上，人类数次在绝境中寻得新生，无论是传说中大洪水后出现的彩虹之约，还是二战浩劫后建立的国际新秩序，每一次深重灾难都伴随着反省与重生。如果末世异象真的在我们时代逐步成真，那或许也是为了逼迫我们做出最终的抉择，究竟是任由无知与傲慢将文明推向毁灭，还是唤醒灵魂深处的善与爱，抓住最后的救赎契机？答案掌握在我们每个人手中。
也许在时间沙漏的最后几粒沙滑落之前，我们依然来得及改变结局，但留给人类的窗口期确实所剩无几。这扇恩典之门正在慢慢闭合，我们能否及时冲出黑暗，将决定人类未来的命运。